天界饮食清淡，时间久了不免索然无味，偶尔尝尝这辛辣甘浓的滋味，倒也畅快。这话从非主使不食、非礼权不饮的二殿下口中说出，滋味甚是微妙。怎么又是这些呀？成天清汤寡水的，腻不腻呀？我是葡萄酒的吃素啊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是素啊。面对我那些亲朋好友，我怎么下得了口啊？对嘛，这个才好吃嘛。殿下要不要尝一尝？很香的哦。来，哎，锦觅仙子，还没有人来找你们吧？没事没事，你们吃。你怎么不过来吃饭啊？原来你在这里，让我好找。变成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上次忘川一战意犹未尽，今日听闻火神驾临，定要与火神殿下再好好切磋一番。好。这里人家在做生意，我们换个地方，让你的蘑菇鞭尽情发挥。公主请。公主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！你认识他？上次在忘川河畔，是凤凰一个人单挑10万魔军，这个女魔头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敢出来跟凤凰应战的人。虽然她打不过凤凰，不过还是能扛几招的。姑姑眼瘾吗？嘿嘿。原来如此啊！公主，请。听闻变成公主自幼弓马娴熟，贵为魔界第一女将。这旭凤又有战神之名，两王相遇是要好好较量。殿下，为何迟迟不肯拔剑？难道流音不配做你的对手？未免太看不起人。这公主好奇怪啊，动不动就动怒。这凤凰还让了她3招呢，上次也是。锦觅仙子有所不知，魔界上武，魔界武士当中有个传统，对手的最高礼遇便是全力应战。变成公主贵为魔界3王之一，变成王唯一的长珠，在魔界地位尊崇，难逢敌手。想来是旭凤3番2次相让，扫了他的颜面。这个凤凰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拔个剑能怎么样？锦觅仙子，这赤霄剑啊，威力无匹，是由上青天几位上神联手铸造，加以封印。可诛仙戮神，斩妖除魔，变成公主出自魔族，极易为此剑所伤。一旦剑锋触及肌肤，便会腐蚀溃烂，灰飞烟灭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的剑锋从来不对朋友，只对敌人。公主，承让了。等我回去，再练个300-500年，我们再来比试。我连早饭都没吃，就被你逼得舞刀弄枪的，这就是你们变成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哼，殿下还好意思说？您和雁神大殿远道而来，也不差人通报一声。父王一早就接到雁成王的信，这才巴巴的命我赶来。住在这么破的客栈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妇女故意怠慢了。这位上神风神俊朗，想必就是夜神大殿吧？流音见过夜神大殿。
公主海涵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此番前来魔界，其实并非游赏，而是为了一桩公案。若叨扰府上，恐怕诸有不便。我看未必吧，定是火神殿下有了心仪之人，故意疏远我等魔女之辈。公主何出此言？刚才我在院中看见那野兽吞吐梦境，这梦中女子和二殿下举止亲密，莫非就是二殿下心尖上的人？不关我的事儿，我没跟他说，不是我弄的。我这眼兽便是有通天的本领，也入不得二殿的结界啊！难不成是昨夜二殿疏忽了，未设结界，才让这眼兽到了梦境？我说呢，那肯定是你没有设结界，所以这眼兽才吞噬了你的春梦。小雨仙姑，夜神大殿可是有婚约在身，若是被你这小仙带坏了名声，我们齐武宫如何担当得起啊？过来。这久闻天帝为夜神大殿立了一门婚约，却不知这天地六界之中哪家姑娘有如此殊荣啊？是水神长女。水神长女？这水神和风神不是至今尚无所出吗？啊，小雨仙姑，原来你的正宫天妃还没有出生啊？唉，这天妃呀，也太不给面子。闭嘴！锦觅仙子说的不错，要是到时候我见到她，定要向她好好问上一问。好说好说。擒拿穷奇事关重大，父王特命我来协助二位殿下捉拿穷奇。公主，恕我直言，此番捉拿穷奇只是任务之一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调查穷奇逃脱背后的真相。封印穷奇的可是玄灵斗母元君的御魂鼎，此乃上古神器。若无人解除封印，仅凭穷奇之力是不可能逃脱的。穷奇被封印的这些年来，从来没出过什么岔子，这次突然逃脱，确实有些蹊跷。哎，我刘英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们汴城王府是断不可能参与此事的。我与你父王结识已久，深知其为人，自然不疑。至于旁人，总之此次调查务求公正，也未免落人口实。我和大殿才决定不去叨扰你父王的。嗨，无妨，今早我已经搬过来了，随时效劳啊。那就有劳公主了。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？凤凰，我们什么时候抓穷奇啊？那如果不抓穷奇的话，要不然你先教我一些独门秘籍吧。独门秘籍？嗯。我且问你，差梭诀你可背熟了？无相心经呢？梵天咒呢？以后出去，不要说是我齐武宫的人，免得辱没了我齐武宫的本体，我丢不起那人。哎，殿下，要不要吃点葡萄干啊？这个葡萄干软糯壮实，甜度适中，实乃葡萄干中的上品，吃一吃吧。你为何如此钟爱葡萄干？以形补形嘛。荒谬！凤凰，对了，你春梦里的那位仙子是谁啊？啊，是哪位仙子可以如此荣幸得到你的垂青啊？没有这个人。罢了，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反正我都看到了。你梦中的那个女子长得跟我十分相似，我随便一问，到时就能问出她是谁了。就是你。什么？我？不过，你可别多想，那并非什么春梦，只不过是一场寻常的梦而已。
你也别自作多情，谁要在梦里亲你啊？你难道没看清楚啊？其实我一直是在咬你。咬我干什么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真身是只鸟，素常爱吃果子。你不好好修炼心法，精进灵力，四处给我惹祸添乱，我真恨不得扒了你的葡萄皮，晒成干，嚼碎了吃下去。完了！原来他做梦都想吃掉我，小命休矣啊！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早点跟老胡回水镜呢。看样子真把他唬住了，不会吓坏了他吧？梦境当然不能当真了，这次就算是给你个教训，下次你若再敢偷窥上神之梦，我绝不会轻饶的。还有，此事你若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不会算数啊？你、我、小仙瓜加上刘英，那就4个人了。殿下你说的对，你说的什么都对。你殿下是六界之中最帅的男子，人也是最好的。求你千万不要再把我变成什么石头板凳、大白菜之类的。你也千万别再咬我了，做梦也别再咬我了。火神殿下，小鱼仙瓜，方才巡山的魔士前来禀告，说在赤刃山路一带发现了穷奇的踪迹。那劳烦公主引路。走吧。走啊！哎！你不准去。为什么？穷奇凶悍狡诈，法力高强，你去只会添乱。放我出去吧！锦觅仙子，穷奇并非寻常凶兽，我看你还是听殿下的话，待在这里比较安全。至于捉拿穷奇嘛，交给我和殿下就行。小鱼仙瓜，你放我出去吧！你求谁都没用，今天你就好好待着，把差错诀背熟，回来我就考你。放火！哎，小仙瓜，哎，这里的土没有烧灼的焦糊味儿，看来不是野火喷发所致。确实没有。穷奇的血有剧毒，无论任何东西一旦碰到，就会附着黑化，如同烧焦一般。看来这里是穷奇的血滴落造成的。殿下的意思是说，穷奇就藏身在附近？穷奇真身庞大，不知这附近是否有足以容纳他真身的洞穴？跟我来。什么味道？这么臭！当日南天门外，旭凤打伤了穷奇，估计是穷奇伤口恶化流脓了。这里就是赤刃山最大的岩洞了，穷奇应该就藏在这里无疑。我们并不熟悉洞中环境，况且敌暗我明，若是贸然进洞，恐有凶险。不如我用魔骨鞭将他引出来，怎样？引他出来，我们3个是可以合力将他杀死，但是穷奇死后，果肉会化成毒液，方圆千里都会变成焦土，生灵涂炭，连鬼魅都难以生存。所以，我们不能用寻常的法子将他杀死，得另寻他法。先要将他的魔性去除，再将他重新封入玉魂鼎。计是好计，只是该如何实现？燕城王有一件陨魔杵，可以去除他的魔性。不如，我们去找燕城王。燕城王对他那个宝贝一向爱惜如命，是断不可能借给魔界之外的人的。
不如我让父王作保，或许有转圜的余地。那如此就有劳卞城王了。请。哎呀，不知火神殿下、夜神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燕城王、顾城王，来，二位殿下，里边请。请。这些时，本王也在为穷奇复出之事烦恼。幸得天帝派二位殿下前来鼎力相助，那就有劳二位殿下斩杀穷奇，永绝后患。燕城王，请听我一言，穷奇不可杀，否则死后流毒，必为魔界遗患。难道二位殿下也束手无策吗？昔日上神斗母元君将其封印在玉魂鼎中，但是上神闭关，不轻易出世，所以此番前来是特意向燕城王禁运魔杵一用，重新封印穷奇。火神殿下战无不胜，一人可挡10万魔军，一个区区的穷奇，那更不在话下。我相信，以二位上神的功力，绝对可以力擒凶兽。若是用我的灵力封印，我倒也没有二话。不过，只有一事，还望诸位周知。还请火神赐教。倘若此次无功而返，我和夜神如何向天帝交代倒是次要。只不过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穷奇久居魔界，一旦发狂作乱，首当其冲的就定当是魔界了。日后6界涂炭，追根溯源，穷奇究竟是如何逃脱的？面对天地6界的质疑，燕城王该如何辩解呀？那自然是穷奇狡猾，他法力高强啊。玉魂鼎乃是上古秘银所铸，又加上斗母元君封印加持，若是无人将封印解除，仅仅困兽之斗，断难逃脱呀。火神呐，你此言差矣。此乱出在燕城王的地界，燕城王就不怕担上监守自盗之嫌吗？火神殿下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！我没有血口喷人，燕城王心知肚明，怎样能堵住天地悠悠之口？燕城王还要好自思量啊！燕城王，请息怒。火神方才只是就事论事，并无意针对增驾，只是我们怀疑魔界有人故意放出穷奇，居心不轨，祸乱6界，意在挑起魔界与其他几界的纷争。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。现在并没有人追究燕城王看守不当之责，只要燕城王能够放下门户之见，将功补过，定能制服穷奇，还6界一个安宁，也还魔界一个清白。二位殿下，这件事我一定追查到底，给6界上下一个交代。多谢燕城王深明大义。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收服穷奇，所以还望燕城王割爱，借予魔杵一用。二位殿下，并非本王执意不借，只是自古以来，陨魔杵由我魔界王族世代掌管，并没有外界的先例啊。此事倒也不难，只要请魔界派出1名王族，与我2人一同前往收服穷奇，如此也不算乱了魔界的规矩。魔尊，刘英身为魔界王女，应当为魔尊分忧。刘英请命，愿同火神、夜神一同前往捉拿穷奇，收服邪兽。是啊，魔尊。刘英一向行事比较稳妥，若将陨魔杵交予他保管，耽误大碍。荒唐！我魔界竟让外人和一介女流去战穷奇，传出去岂不让外人笑掉大牙，讥我魔界无人吗？流云公主巾帼不让须眉，
如果能在旁辅佐，定能制服穷奇。启奏魔尊，两位世子倒是武艺高强，我觉得还不如让两位世子带上陨魔杵，与火神、夜神两位上神一同前往。我的2个儿子，我早就想让他们历练一番，只是苦无良机呀。如今有火神、夜神在旁指导，即便就是穷奇，我也放心了。血兽赤兽，父王。父王命你们2人带着陨魔杵和火神、夜神一道，前去封印穷奇。区穷奇算什么？父王，您就等着我们凯旋归来吧。对，定要让2位上神瞧瞧我们魔界的厉害。魔尊，此次降服穷奇并非儿戏，2位世子恐怕要多费心了。刘英请命，一同前往。好，难得你有这份忠心，一同前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燕城王，有了2位世子，变成公主了。燕城王家那2个脓包，但他们只会平白无故的拖累我们。原本想着能早日收复穷奇，谁能想到现在还要敷衍那2个世子。把那2个脓包交给我，火神殿下就不要再为燕城王分心了。咱们还是想一想，该如何引穷奇出动吧。穷奇生性狡诈多疑，若是用你的魔骨鞭去引，恐怕会引起他的戒备，未必能够顺利将其引出。若是用食物和草药做诱饵呢？穷奇现在有伤在身，急于寻找食物和草药恢复体力。这穷奇素来以人类婴儿为食，我们总不能为了抓住穷奇，就牺牲人类婴儿吧？那肯定不行。那怎么办？我曾在古书上见过，穷奇喜食灵芝，虽未经验证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灵芝，我可以种灵芝。种灵芝？你不行。我怎么不行？你亲眼见过种灵芝。再说咱们几个除了我，谁还能种灵芝啊？穷奇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没关系的，你可以保护我的，对吧？没想到锦觅仙子竟有如此神技。天界果然卧虎藏龙。我说小妞儿，不如你就留在我们燕城王府吧，每天种它180个灵芝，咱们好卖到天界人间，嘿，狠狠赚他一笔。没错，没错。180只，天界的灵芝都被你贱卖出青菜萝卜价了。那就把你给卖了。像你这种会种灵芝的小仙子，那得值多少灵雷呀？闭嘴！谁敢再啰嗦一句，我就把他喂穷奇。徐凤，锦觅仙子，差不多了。不行，还不够，我必须再多种几株灵芝，确保将穷奇引出来。
看来穷奇要出来了，咱们还是先躲一躲吧。啊，哥，咱就别跟他们折腾了，再不躲起来，我们都要喂穷奇了。对，咱们先躲起来。走。你先带刘英埋伏，还是等锦衣仙子一起吧。我会保护她的，你们先走。那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吉米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不行，还不够。这回一定要把穷奇引出来，好为肉肉报仇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做完呢。等一下。天道壁，日月聚，出杳杳，入冥冥。
羽魔杵。金明仙子，你刚才给他撒的什么呀？仙人掌刺半花粉。小心！月魔杵。啊！这个怎么用啊？跟我念。天道壁，日月聚。天道壁，日月聚。出杳杳，入冥冥。出杳杳，入冥冥。魑魅魍魉。魑魅魍魉，后面是什么呀？
襄王！接襄王！锦觅仙子，锦觅仙子，锦觅，永别了，凤凰，帮我跟长风主道个歉，就说来世是穷奇的血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毒侵骨髓了？你刚才做得很好，封印成功了，穷奇的血毒已经被陨魔杵消除了。啊？啊？那我也太厉害了吧！这御魂鼎再加上九曜真火的封印，这次穷奇插翅难飞。我想把御魂鼎带回天界，请父帝给穷奇行灰飞烟灭之刑。此番穷奇逃脱既非意外，若再将御魂鼎留在魔界，就算加了一道火印，也于事无补。那二位殿下以为谁的嫌疑最大？虽无实据，但有一人确实最为可疑。你说的是？两位殿下，就别当着我的面卖关子打哑谜了吧。你们说究竟是谁呀？还只是猜测，尚需调查验证。待水落石出，再告诉公主不迟。今夜天狗10月，我就先回去值夜了。圣寿世子伤势严重，燕城王那边你小心应付。还有，刚刚你为了救锦觅仙子中了穷奇一掌，好好休息。哎，你回去以后千万别把我受伤的事儿告诉伏地魔神。放心吧，公主告辞。血兽，我的孩儿啊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火神，血兽，我的孩儿啊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火神，本王的儿子跟着你去打穷奇。赤兽回来的时候，神智失常，现在血兽回来又是昏迷不醒，你却毫发无伤。本王相信你们上神，才把2个儿子托付于你，现在你们竟然借刀杀人！燕城王稍安，驯兽世子已无大碍。昨日我渡了500年的灵力给他，还喂了他一颗太上老君的固元金丹。此丹服下会熟睡3天3夜，待元气恢复，自会苏醒。火神殿下，不愧是天帝的儿子，深得天帝的真传，巧舌如簧，善于辞辩，竟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现在反倒以救命恩人自居。本座之言句句属实，绝无推诿之意。倒是燕城王还请自重了，天帝身份尊贵，容不得你亵渎。你，魔尊请息怒，火神请息怒。恕小王直言，魔尊您若是揪住火神不放，未免失之不恭。毕竟伤了2位世子的不是火神，而是穷奇。小王认为，若是要追究起责任来，应该追究的是
私下偷放穷奇之人。穷奇果然是叫人故意放走的，竟有此事！你查到了真凭实据了吗？查到了。我发现穷奇出逃的那一日，镇魂殿守兵的轮岗时辰不知被何人调过。换哨期间，镇魂殿内竟然有半个时辰无人看管。后来在镇魂殿的地上，小王发现有拖拽御魂鼎的痕迹。这御魂鼎乃是先天灵宝，唯有天界上神，像火神这般能耐，才能够将其随意的变小携带。我魔族则无此能力。如果想要移动这沉重的御魂鼎，必将在地上留下明显的痕迹。倘若是这穷奇私自出逃，地上应该只有御魂鼎被掀翻、撞击地面留下的痕迹，而不是拖拽的痕迹。因此，小王断定，此灾乃是我魔界某个位高权重的人刻意所为，为的是挑起6界争端。穷奇，是不是你放的？魔尊这一仗，不就认定这件事情是我所为，何必还要多此一问？魔界镇守御魂鼎，此乃6界周知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坚守自盗，背着我做下如此背信之事，陷我于不义？背信弃义之人，并非你我，而是天地太微。6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便是各自为政，互相平衡、互相牵制的。可自从神魔大战之后，天界便伺机崛起，处处打压我们魔界。难道魔尊能咽得下这口气？现如今，天界地位超然，大有统辖6界之势，而我们魔界平日里逍遥自在，百无禁忌。可凭什么我们还要看天界那些上神的眼色行事？连小小的花界都敢公然与天界叫板，而我们魔界的实力不逊于天界。可为什么我们要处处憋屈隐忍，动辄得咎？小王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次我是故意放走穷奇，一来我是为了要报上次忘川之仇，二来我是要探天界虚实。天界现在外强中干，大不如前，除火神续凤之外，再也找不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物。火神续凤虽然神通广大，但毕竟孤木难支。只要我们设法除掉他，天界不足为惧。我愿誓死追随魔尊，助魔尊荡平天界，统一6界。此事还得从长计议，我要好生筹谋才是啊。是。大王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一切都按大王吩咐。照看2位世子的魔衣已经换成我们的人了，赤手会永远封殿下去。炫手嘛，恐怕再也好不了了。好，大王这招借刀杀人，既挑拨了天界和魔界的关系，又除掉了魔尊的2个傻儿子，一石二鸟，实在是高明。大王可是被魔尊一掌伤到了内元，属下这就去找魔医为大王诊治。无妨无妨。
妨，反正他的魔尊之位已经做不了几天了，何不再让他张狂几日，待本王成为一统6界的天尊，往日之屈，今日之辱，我定当加倍奉还。来，把它喝了吧。这么苦？我知道，这个药虽然苦，但是魔医说了，良药苦口嘛。你喝完了，病就好了，而且我见了1上午呢。不喝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再去给你种一棵灵芝了。哎，站住！表现这么好的份上，奖励你1朵小红花吧。过来，过来。不就是煎个药吗？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。以后出门别这么蓬头垢面的，别给我丢人。哎呀，我真的觉得，上辈子你一定欠了我很多吃的。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喂我吃各种奇怪的东西，什么香蜜啊、吉祥6宝汤、灵芝汤，还有刚才那个比黄连还苦的药，苦死我了。干嘛？葡萄干儿。此次收复穷奇，你绝功至伟，父帝面前我会给你好好请功的。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奖励给我？说吧，想要多少灵力？800年？1000年够不够？回去我便渡给你。1000年，凤凰除了表面凶一点，为人还是很厚道的嘛。怎么？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。你知道你刚才在做什么吗？知道啊，狐狸仙说了报恩嘛，报恩报恩，不报怎么还恩呢？我又做错什么了吗？叔父从耳里没个正形，此话甚是有理呀。公主，看殿下精神抖擞，想必伤势已经大好了吧？承蒙公主关照，无碍。听说，殿下明日就要回天界了。既然收复了穷奇，该早日回去向父帝复命了。燕成王和顾成王那里还要劳烦公主和卞成王稍加留意。
殿下只管放心，谁要是敢坏了天魔休战之约，重掀战端，刘英和父王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拜托了，我于本明早正式国父拜谢。谁让你登门拜谢啊？你要是真心想谢，就回去好生休养。待康复之后，咱们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大战3千回合。公主之命，岂敢不遵？择日定当奉陪。肉肉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我亲手把那个穷奇给封印起来了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你放心吧，等我攒够了灵力，去上青天找那些大罗金仙，我一定求他们让你复生。等我。锦觅，锦觅，肉肉，是你吗？肉肉，锦觅，锦觅，我在这里。肉肉，肉肉，你在哪儿啊？肉肉，我在这里。锦觅，锦觅，我在这里。御魂鼎，肉肉，你是在鼎里吗？锦觅，我在鼎里，你快把我放出去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我好难受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我好难受！锦觅，快救我！救我！锦觅，快救救我！肉肉，锦觅，你能帮我把这火印解开吗？我被这火印烤得难受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要被烧着了。我来救你，锦觅，快帮帮我！我来救你，锦觅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凤凰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刚才听见肉肉在里面喊我。肉肉？哪个肉肉？就是刚刚在这儿的那个女孩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刚才真的听见她在鼎里面喊我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鬼使神差就把它打开了。我后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是肉肉为什么会在里面啊？这鼎中并无旁人。是穷奇的摄心术，可以蛊惑人心，幻化成人最渴望的东西。你道法不高，修为尚浅，被迷惑住也很正常。幸好之前我给穷奇加了一道火印，封住了他一大半的功力，要不你肯定撑不到我进来。原来是幻影，不是肉肉。哎，我怎么这么没用啊？
怎么了，凤凰？你的手怎么了？大概是被穷奇的纹针所伤吧。纹针，凤凰，凤凰，凤凰，纹针，那年肉肉也是这般。我现在怎么才能救你？种灵芝可不可以？我该怎么做，凤凰？没事，别担心，以我的修为，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被那几个纹针噬灭。只要能找到叶什么？找到叶什么？凤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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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说的什么叶？叶什么？凤凰？你果然对他情根深重了。想必叔父是画本传奇看多了吧？嘿嘿，没错，你就是对他有意思，否则你为何日日将他拴在身边，令他做这做那？我看这小锦觅呀也不错，长得俊俏又颇为好玩，不如你俩。你嘴硬也没用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离不开他，而且会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情，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。这就是凡人所说的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情深呐。原来叔父说的没错。什么？凤凰？凤凰？他怎么样？这是温针毒发的初兆，但小的也无法根治。好，下去吧。夜神殿下，变成王，变成公主，旭凤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请了岐黄仙官来为她诊治，内伤倒是不大见，只是火神殿下他中了穷奇的纹针。纹针？纹针？天下制毒啊！仙官，情况如何？如今毒在肌里，1日后毒侵血脉，又1日毒入骨髓，再1日毒入心肺。3日后若不解药，二殿下恐将灵力尽失。大殿，自是体大，还请尽快禀报天帝。府里那边我自会禀明。如今当务之急是赶紧救治旭凤。仙官，你可有什么妙方？穷奇久被封印，医书上绝少记载解毒之法。对了，凤凰会面之前跟我说，他说叶什么我没听清楚。叶，可是叶幽藤。是的，小仙曾在一本古书上见过，说叶幽藤可解温针之毒。太好了，可是这叶幽藤何处可取？你们说那叶幽藤是长在花界的净泉之中，万年长成一株的叶幽藤吗？不错，正是那花界圣草。只是花界与天界积怨甚深，若要说服花界将这叶幽藤给我们天界二殿下，此事只怕不易呀。哎，你会种灵芝，那是不是也会种叶幽藤啊？叶幽藤一直藏在百花宫的储阴阁里，我见都没见过。无论如何，也必须尽力一试。我这就去花界。哎，不可！小仙官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花界的坊主一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硬脾气。你现在贸然前去的话，他们不可能给你的。那你呢？你是花界的人，你的话他们不会不听吧？我回去肯定要挨罚了，不管了。好吧，我去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他弄出来。我相信锦觅仙子。我和你一道去，也好有个策应。好吧。岐黄仙官，你带着矿路先回天界。旭凤，她身系6界安危，未免天下动荡，还务必请岐黄仙官万莫将此事告知旁人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是。谨遵殿下之命，小仙定当守口如瓶。变成王，为保2界长治久安，还望变成王也务必将此事压下。请夜神殿下放心，小王心中有数。多谢变成王。
事不宜迟，你们先动身，我会带着旭凤在花界外等着你们。凤凰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等着我。小桃桃，大胡，你还知道回来了你啊？真是想死我了！哎，还捡了个漂亮小姑娘回来呀！这位可是魔界的变成公主呢。魔界？来，怎么了？我听说魔界的那些妖魔鬼怪一个个都长嘴獠牙的，而且专吃凡人。和像你这样没成仙的小精灵，想想比兔子都可怕呀！你确定没有被他们抓去吃掉？没有。哎呦，你的鼻子、眼睛、胳膊、腿都还在吗？在呢。嘘，别乱说。老汉，你这些小道消息都是打哪听来的呀？你去过魔界吗你？别生气，咱们来是办正事的，不跟他计较啊。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长房主现在在不在百花宫啊？你还想去见长房主？咦，他还在为你逃出水晶这个事生气呢。他还在生气啊？看来他是不会给我夜游藤了。夜游藤？你还敢去管长房主要夜游藤？我发现你真是去一趟魔界之后回来脑子都坏掉了。长房主怎么可能舍得把夜游藤给你？是啊，长房主怎么可能把夜游藤给我呢？夜游藤，那是花界的圣草啊，几千年来我也只是见过一次。哎，你要夜游藤干什么？对呀，我最近的幻学术进步很大。现在变个桌子、椅子、水缸什么的都没问题，我没准还可以溜进去偷出来一株呢。走吧。哎，小桃桃，你可不能干糊涂事啊！就是这儿了，我来找。这么多，怎么找啊？锦觅，长房主。锦觅，你擅离水镜在先，私闯楚银阁在后，你可知罪？长房主，魔界变成公主刘英见过花界长房主，不知变成公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这次来花界叨扰，是想借花界圣草夜幽藤一用。夜幽藤？火神殿下在降服邪兽穷奇之时，不小心中了温针。如果没有夜幽藤当解药，灵力会在3日内尽数失灭。恳请长房主赐予夜幽藤，救火神一命。今日之恩，刘英来日必当回报。火神是天界上神，温针只会噬其灵力，不会取之性命，何来救命一说？有天地天后相助，重新修炼个几千年也就恢复了。何况我花界早就发过誓，100万年间不在天界盛放一片花草，不给天界一枚草药。所以变成公主还是请回吧。长房主，凤凰是为了救我才中了温针的。住嘴！你的事儿，我待会儿会慢慢跟你说的。但是凤凰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长房主，我离开花界的这段时间，都是凤凰在照顾我，真的。他不光传授我心法，他还救过我3次呢。第一次在南天门外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就被穷奇吃了。这第2次在赤刃山，他帮我挡了一掌。第3次就是这次，本来那个穷奇的温针是冲我而来。够了！你私自逃出水晶结界，还闯了这么多祸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水晶，让老胡好好给我看着，让他在屋里好好反省反省。长房主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但跟凤凰没有关系啊！求您救救凤凰吧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还不把他带走？没个眼力劲儿，还不赶紧下去！长房主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气消了再说。可是锦觅，放心吧，刘英，我一定会找到夜幽藤的，等我啊！
你这个老顽固，身为花界首领，一点慈悲之心都没有。既然我们这么求你都没有用，那就别怪我不懂规矩了。今日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夜游藤，长方主得罪了。公主殿下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们花界可容不得外人撒野。放开我！你们以夺欺场，有本事单打独斗！这个长房主太可恶了，竟突然设了结界。锦觅，你在哪儿？你一定要拿到夜游藤。锦觅，你知错了吗？长房主，锦觅知错了。锦觅不应该破坏花界的规矩，不应该擅自逃出水镜。可是这事儿您做的也不对啊，您不应该因为我的错而迁怒别人。您不是一向教我们做人要向善吗？我知道，这花界跟天界啊是有一些矛盾在。可是人言道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您说您眼睁睁看着凤凰灵力逝灭，您好意思吗您？看来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里。是我不好，您也别这样说。既然您知道错了，知错能改就行。您赶紧把夜游藤给我，救凤凰才是正事儿啊！看来我以前实在是太放纵你了，将你惯得如此不懂规矩，肆意妄为。从今天起，你好好在这闭门思过1个月。长房主，您别！长房主，把凤凰救了，您再闭门我吧。那时候闭门我2个月都没事儿。哎呀，凤凰怎么办呀？小桃桃，吃饭喽！锦觅，中午的饭菜你一口都没吃啊？啊！嘿呦，我说小桃桃啊，你要绝食啊！我本来以为长房主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没有想到他就是铁石心肠。不给我就不给我，大不了我自己种呗。老胡，这里你仙龄最大，你有没有见过夜游藤啊？夜游藤长什么样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你干嘛对这个火神这么关心呢？你啊，莫非你对他别有用心？对啊，我对他就是别有用心啊！怎么了？这个凤凰救了我3次，若是没有他，我这条小命早就玩完了。你们也知道，之前肉肉就是因为救我，死于穷奇之手。我不想让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这样死去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这个凤凰答应我了，他许诺给我1000年灵力。如果他的灵力技术失灭，那我不就没有灵力了吗？哇，1000年！罢了，既然这个小子救过你3回，我也就帮你这一次。谢谢老胡。大致如此啦。嘿嘿，它的叶是绿色，花是蓝色，在山坡的北面，1000年才开一次呢。锦觅，净水池的水我帮你盛过来了。老胡，你是不是画错了？我怎么可能画错？这不可能。
我当时只见过一次。一次？对呀。书上难道没有记载吗？对啊。这锦觅只是说，一定能拿到夜幽藤，可是又没说准备怎么拿出来。哎，你说他到底行不行啊？锦觅乃是花界中人，他这么机灵，自有他的门道。我看，单凭锦觅，是斗不过长房主那个驴脾气的。火神殿下的体温怎么会降得如此之快？他的灵力正在消散，劳驾，帮我护法。自古冰炭不同系，我无法直接渡灵力给他，是以先用部分灵力催热体内的水系灵力，再将蒸腾出的真气渡入旭凤体内。逆时而为，对你自身损害极大，一不留神便会走火入魔，遭到法事。事急从权，旭凤性命攸关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火神殿下一定能好起来的，一定能。放心吧，凤凰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种出夜幽藤的。天都亮了，这是最后一天了。如果我再种不出来的话，不行，再种不出来的话，凤凰怎么办？这是夜幽藤，我种出来了。老虎，连翘，我种出来了！啊！老虎，快来看看，这是夜幽藤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太好了，我要赶紧把它带出去，我要去救凤凰。等等，可是长房主在外面设了结界，你根本出不去呀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也罢，送佛送到西。这样，等一会儿你变成自己的真身，我把你偷偷的带出去。老虎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锦觅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下火神殿下有救了。昨晚夜神大殿，他说你一定能拿到夜幽藤，我还不信呢。锦觅仙子，辛苦你了。
快把这银油藤给火神殿下服下吧。嗯。凤凰，太好了，殿下的灵力开始归元了。真的吗？来，凤凰，凤凰，凤凰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的书童不能蓬头垢面的。你醒了，真的太好了，凤凰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长房主。虚奉拜见长房主，多谢长房主救命之恩。火神说错了，我既没有救你，你也无需谢我。启密，你过来。我错了，长房主，我不应该自己私自逃出水境，跟连翘和老胡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罚，就罚我一个人吧，千万不要罚他们。长房主，莫要责怪锦觅仙子，此事怪不得他，是小人涅槃之时发生了意外，误入化界，一番巧遇，方结伴而行，把锦觅仙子带出了水境，才有了后面的这些是是非非。长房主若要责罚，就请责罚小神吧。我花界之内务尚容不到万人插手，还请火神自重，收敛些言行。其他仙国我管不上，只我花界精灵仙子，即使火神殿下魅力浮边，也休想染指半分。小神自省，从无言行不端之处，还请长房主莫要听信谣言。至于锦觅仙子，却乃小神心之所系。长房主若要责罚，就请责罚小神吧。我花界之内务尚容不到万人插手，还请火神自重，收敛些言行。其他仙国我管不上，只我花界精灵仙子，即使火神殿下魅力浮边，也休想染指半分。小神自省，从无言行不端之处，还请长房主莫要听信谣言。至于锦觅仙子，却乃小神心之所系。你，火神殿下，本仙这就将锦觅带回去，火神还是休要妄想了。就此别过，后会无期。长房主可能对小神和天界有所误会，改日小神一定登门拜访，希望到时能解开误会，让长房主明白我的一片真心。改日是什么时候啊？你到时候会不会连我一起谢啊？锦觅，锦觅仙子自然是要重谢的，我还欠你1000年灵力，放心吧，我没忘。火神还是别麻烦了，改日我也不会让你再见到锦觅的。我还欠你1000年灵力，放心，我没忘。跪下。
先主离婚，天外有知。今日花神种前，我问你答，不得有半句虚言。仙花神在上，锦觅绝不敢说半句假话。我给你的锁灵簪呢？我放起来了。除了火神，还有谁见过你的真容？有月下仙人、了听、飞絮、穗禾、流音。糟了，竟有如此多人，悠悠众口，杀之不尽，防无胜法。是不是火神带你离开的水晶？正是。那你离开水晶的这些时日，都住在天界的七蜈宫内？正是。那夜幽藤也是你种的？正是。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对火神生了男女之情？正是。啊！造孽呀！这都是孽呀！仙主，牡丹愧对您的重托，今日愿自毁半壁仙缘谢罪。哎，长房主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刚才说错了。那你据实答我，此话当真？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哪有什么男女之情？你刚才问我这么快，我哪能反应过来啊？那你为什么屡次违背戒规，千辛万苦的救他性命，还有临行前的邀约，这都是什么意思？凤凰救过我嘛，我要救他，这叫做礼尚往来。再说了，他还答应我呢，许诺我1000年灵力，还没给我呢。真的只是为了灵力修为？不然为了什么啊？啊！饶命！灵丹尚在，还好。算了，是我高估了你，你必须牢记，天界与我们花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今日花神种前，你当着仙主的面发誓，从此不再与天界有任何瓜葛。仙花神在上，我锦觅对此立誓，从此以后绝不跟天界的人有半点瓜葛。如有违誓，灵力尽毁。这辈子修仙不成，下辈子被贬下凡间当个凡人，那再下辈子变成一根胡萝卜，被兔子砍。好了好了，今日便如此，你随我回去吧。谢长房主。仙花神在上，我只说不再与天界之人有分毫瓜葛。可是凤凰、小鱼仙官和月下仙人，他们都是神仙，而不是人，所以都不在此誓言之中。仙花神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介意啊。还在为小桃桃的事生气呀？我在生我自己的气，为何没能好好的看着锦觅，竟让他与天界的人产生了这般瓜葛？冤孽，真是冤孽！哎呀，这不怪你，不怪你啊！这都是天意，天意，天意。天意为何这般弄人？仙主因天意连命都丢了，现在这天意为何又来纠缠蜜儿？不是，你别这么想啊，别这么想。小桃桃她已经服了允丹，她不会再动情了，她就更不会被情所伤，是不是？她不会像仙主那样苦情终生的，而且你这么精心的照顾她，她肯定会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的。但愿吧，但愿她能理解我对她的这番苦心。哎，理解理解。你就是吧，如果你能不这么严厉，也就是说能换一个方式，比较温柔的开导她，她可能更能理解你的这番苦心了。你也觉得我太严厉了？不，没有。你想吧，这放眼望去，整个的花界，有谁能如您老人家这般的
又严肃又活泼，又这般的可敬可佩可亲可爱呀。长房主说了，天界都是坏人，难道长房主会骗我们呀？我觉得吧，他一定是以灵力为诱饵，让你为他干活，为他卖命。不会的，我们2个约定好了，今天啊，他就会亲自来找我，把1000年灵力送给我。我觉得呀，他一定是不会来的。不会的，凤凰这个人说话算数，他说来就一定会来，敢不敢打赌啊？赌就赌，10年灵力，你敢不敢？旭凤见过这位方主。原来这个凤凰真的会来啊！我就说他一定会来。算了，如今我有1000年灵力了，每10年的就留给你了。切，又没有证人。火神殿下屡次擅闯我花界禁地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？小神答应过锦觅会来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何况锦觅是小神的意中人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会来。还请诸位方主通融，让我见锦觅一面。荒唐，简直就是作孽！什么叫意中人啊？意中人就是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。意中人就是喜欢当朋友的意思呗，就是他喜欢跟我当朋友。哦，那玉兰方主为什么那么生气啊？只是做朋友而已。天地之大，女子又岂止千万？你们天界为什么总是不肯放过我们花界？况且是锦觅，火神就别痴心妄想了。况且锦觅，小神只知道锦觅是修了几千年的果子精，听方主如此说来，倒是想讨教讨教。锦觅怎么个况且法呀？天下事，并非样样缘由都是火神可追究的。本仙今日诚心奉劝二殿下一句，莫要为锦觅的皮相所惑，到头来黄粱梦破，心碎神伤，伤的终是殿下。小神岂是以貌取人的肤浅之辈啊？旭凤心仪锦觅，自然欢喜她泉水一样的性子，诚然与她的样貌毫无半分关联。你们天界上神还真是个个薄情寡义。你可知，这几万年前，有个神仙在此地也说了同样的话，可结果又如何？什么一往情深，梦醒之后，不过是一场弥天大谎罢了。小神不知两界为何就是结下万千年的夙缘，只是往事如烟，若世世代代影响下去，未免不智。还请几位方主将因由告知小神一二，许是误会，也未可知。火神有这闲工夫在我们花界浪费时间，不如去问问你那高高在上的天帝陛下。我等严峻于此，只一句：天下女子皆可，只有锦觅万万不可。伏地抱，伏地抱，伏地抱抱我，抱抱我们，伏地抱抱我，伏地抱我。伏地鲜花神，有些事还是不要说破的好。火神殿下，请回吧。他们是在打哑谜还是对暗号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我也一句都没听懂。哎，凤凰！
马上回来。哎，锦觅，锦觅。凤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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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凤凰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那1000年灵力是不想给我了？说话不算数。锦觅，是你吗？不是我还是谁啊？恐怕是你被施了障眼法，所以我看不见你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不理我呢。你对我说过，凤凰花只开2季，一季远来，一季远散。既至今日，我便知道何为咫尺天涯。你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，可我却看不见你。即便是看见了，也只能视而不见，终是不如不见。这是何意啊？是不是被长房主给吓傻了？缘来缘去，终会散。花开花败，总归尘。可能一切都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，谁都没办法逆势而为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锦觅，保重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把话说清楚了行不行？凤凰，凤凰，火神殿下，不知火神殿下为何徘徊在我花界，迟迟不走？长房主，火神殿下，请吧。告辞。不再苦
叫锦觅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双花。双花？锦觅，你能帮我出去吗？你想出来吗？我喜欢上一个人，我想去告诉他。啊，原来是狐狸仙话本里的痴情女子啊，这梦倒是有趣，我便帮他一把。好，你等着。锦觅，锦觅。长房主，来，锦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个地方，心绞着疼，可能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吧。你呀你，整日就知道胡闹。这次呀，便继续罚你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半步不得踏出这个院子。锦觅知错了，以后一定会遵循长房主教诲的。知错就好，你不懂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嗯。哼。哎，好奇怪，我的心怎么会这么疼呢？而且我刚才做的梦是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这是女神，难道你不懂男女有别吗？什么男女有别？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肉肉，这个凤凰，它虽然脾气古怪，喜怒无常，而且狂妄自大，但是其实它的心还是很好的，对我也是很好的。可是它又被赶走了，又剩我孤零零一个人了。儿臣拜见父帝。我儿辛苦了，润玉续凤，生收你们了，快起来吧。谢父帝。父帝，穷奇作恶多端，未免日后继续危害六界。儿臣恳请父帝亲自为穷奇执灰飞烟灭之刑。儿臣附议。这穷奇罪大恶极，本当立时击毙其元神，只因这孽畜乃是上古天地之间阴阳元气化生而出，他的生死命数早已不在五行之中。此次你二人功德圆满，此事不必再费心了，本座自有处置。谨遵法旨。续凤，听岐黄仙官前来密报，说你中了温针之毒。儿臣一时不察，让穷奇有了可趁之机，多承大殿下和变成公主，不远万里带儿臣到花界求取夜幽藤，现已无碍了。父帝切莫挂念。这夜幽藤乃是花界的圣物，他们肯拱手让出，这足见几位方主深明大义。禀父帝，求取夜幽藤颇费了一番周折，此事全仰赖花界一位名叫锦觅的仙子施以援手，救了续凤一命。锦觅仙子多次救儿臣于危难之中，实乃儿臣命中的贵人。此次封印穷奇，也有赖锦觅之功。那这位仙子现在何处？要好生的嘉奖一番了。她因触犯了花界的戒规，此刻正被长房主幽闭于水晶之中。此乃是花界的内务，为父不便插手。也罢，待过些时日，长房主消气以后，再把这位锦觅仙子请到我们天界，到时再好好的论功行赏。
儿臣待锦觅叩谢天恩。续奉此次封印穷奇，绝功甚伟。父帝容禀。此次封印穷奇，系夜神、锦觅、变成公主合力乃成。儿臣中毒期间，大殿下一路奔劳，还自损修为，强度灵力于我，续奉受之不安。天佑火神，儿臣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好，你们不要再推辞了。看到你们兄弟同心，我甚是欣慰。赐你们万年火人参，千年天山雪莲，好生将养。3日后，在九霄云殿论功行赏。谢父帝。免了。我竟也有封赏，本就是分内事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穗禾公主安好。大殿万安。不知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魔界变成公主刘英，这是鸟族首领穗禾公主。原来是变成公主，久仰大名。穗禾公主，幸会。变成公主果然非比寻常，刚刚远远走来，我还奇怪，这是天界哪位仙子？原是我看走眼了。刘英当惯了魔，无意高攀天界上神。刘英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殿下，自从你去了魔界，穗禾便十分惦念，日日来弃蜈蚣打听你的消息。知道你今日归来，穗禾一早便过来了。没想到你们先去了醒经阁，这个时辰才回来。捉拿穷奇事关重大，定要先去向父帝复命。那是自然，恭喜殿下又立一奇功。殿下，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差？可是遇到了什么事？我没事。老夫刚才路过这儿，听闻这边如此热闹，正纳闷是怎么了，原来是我凤娃回来了。见过叔父。乖，拜见月下仙人。见过月下仙人。叔父，你不乖，成天独来独往，昼伏夜出，也不来看看老夫。叔父见谅，润玉职责所在，不敢怠慢，往后定当常去姻缘府探视叔父。这就乖了吗？你就算了。小锦觅，你去了一趟魔界，怎么就变了一个模样了？叔父，这不是锦觅，这是变成王的公主。哪个变成王？哦，就是那条长茄子。这魔界诸王里啊，就属他耳根子最软，最心慈面善了，倒也还像个样。当年他那根红线，还是我给他牵的呢。哎，叔父，刘英，叔父素日里爱开玩笑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无妨，既是凤兄的叔父，刘英自然视同自家叔父。凤兄，神魔都成一家了，倒是闻所未闻的天下奇闻。没错，就是那个长茄子，我便是他的女儿。多谢月下仙人给我父王牵了一段这么好的姻缘，这才有了我。没想到，这长茄子藤上倒结出一只快人快语的小辣椒，老夫很是喜欢。好，好得很呐！凤娃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个女娃娃，一个个的都还这么标致又机灵。叔父我呀，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姻缘了。小锦觅呢？她没随你们一道回来吗？她回花界了。你就这么放她走了？她走了，那谁陪老夫聊天看戏、逗闷子？不行，凤娃，你赶紧把她给我接回来，老夫还要给你们牵红线呢。叔父平日里劳苦功高，不如先歇一阵，方不负张弛之道。我一个给人拉纤保媒的，要什么张弛之道啊？润玉，润玉已有婚约在身，就不劳叔父费心了。你这糊涂孩子，老夫自然知道你有婚约，都怪天帝当年乱点鸳鸯谱。
那水神长女如今在哪儿投生都还不知道。改日啊，老夫约元吉仙子下棋，帮你打听打听。那姑奶奶要是实在出不来，老夫再给你牵几根红线，免得你一个人在那玄机宫，长夜漫漫，孤枕清寒。月下仙人古道热肠，家父家母感激至今，不如给刘英也牵一段红线，觅个如意郎君如何啊？还是你个小辣椒上当，我看凤娃就很好。怎么绕来绕去又绕到我这儿了？小辣椒，这个给你，爱绑谁绑谁，把它缠到你情郎的脚脖子上，这一世啊，保证被你拴得牢牢的，就算插了翅，也难逃你的绕指柔。长者赐，不敢辞，谢过月下仙人。可是这个绑谁好呢？且容我好生想想。凤娃，你受伤了？并无此事。你中过毒？殿下伤势如何？温针之毒倒是全解了，无甚大碍，只是这元气大伤，还需静养。不过以凤娃你的修为，何以会被那穷奇所伤？殿下素有战神之称，身经百战，怎么会被穷奇所伤？穷奇自然不是旭凤的对手，但毕竟是上古神兽，狡诈异常，防不胜防也是有的。事情出在魔界的地界，我没能保护好凤兄，刘英惭愧。殿下天皇贵重，若真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天帝陛下知道了，怕是有伤天魔两界的和气。此事已经禀告父帝了，陛下并未怪罪。降服穷奇之事，刘英也是有功的。陛下宽厚，殿下仁恕，不怪罪于魔界，我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只是凡事尚需有个分寸。不要再说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今后休要再提。此事千万要对母神保密，她向来就喜欢小题大做，免得她担心。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拜见。拜见了。不是，怎么起来了？快坐下。究竟是怎么了？区区小事，怎么又传到你耳朵里了？偌大个天界，有我不知道的事吗？刚才在醒经阁的时候，天帝又是赐火人参，又是天山雪莲的，我就知道有事。是儿臣大意，与穷奇打斗时中了温针之毒，现已无碍，母神不必担忧了。你为何不早报我呢？时局微妙，如果儿臣中毒的事传扬出去，怕是会有居心叵测的人借此大做文章。还好一路上有兄长和刘英护使，及时替我解了毒。幸好旭凤今天平安无事回来，若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们都逃不了干系。可本座有一事不明，润玉跟旭凤你同去捉拿穷奇，为何只有我儿中毒受伤？不会是有人在浑水摸鱼，坐享渔翁之利吧？母神，是我自己一时大意，与旁人无关，中了穷奇的圈套，母神不必担心，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上次你涅槃之日，那个伤害你的黑衣人，可查出了眉目？母神放心，儿臣正在查证，务求公正，定不枉纵一人。不急，必须得查个明明白白。待水落石出之后，这笔账当然是要算得清清楚楚的。这天也黑了，大殿是不是该去值夜了？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嗯。哎呦，老夫那儿还有2段姻缘没有签，我也走了。小辣椒，要不要随老夫一起去姻缘府玩玩？求之不得。天后娘娘告退。走走。
穗禾也先行告退了。你呀，怎么了？你怪母神处处针对润玉是吗？不是，我和润玉从小一起长大，手足情深，母后对他也有养育之恩，何必难为他呀？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他生母身份低下，品格下贱，润玉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母神绝对不可能让他成为你的绊脚石。母神，父帝膝下除了我跟兄长，可还有其他子媳啊？怎么，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？儿臣在醒经阁看见一幅画，画上画的可是鲜花神。那段龌龊的旧事，不提也罢。母神，鲜花神已仙逝4000多年，母神还放不下吗？你有所不知，当年那个妖女子芬，仗着有几分姿色，迷惑你的父帝。这么说来，父帝和鲜花神真的有一段情。若真的是露水情缘也罢，可是当年你父帝竟然为了他，想要废除我天后之位。幸好母神及时出手自救，要不然我们母子俩今时今日都不知身在何处。苍天有眼，那个妖女已经殒命。为什么你突然间问起这事儿来了？锦觅，看来你我此生当真缘尽于此。旭凤，旭凤，你是你父帝的嫡脉，母神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你的，为你扫除一切障碍。母神，请听我一言，如果母神真的为儿臣好，就再也别在儿臣面前发此诛心之论，也千万要放下对父帝的怨念，莫生疑心。儿臣无意取代父帝，只愿父帝母神千秋永寿，儿臣愿永远承欢双亲膝下。你这是在胡言乱语吗？行了，这几天你在寝宫里安心休养，别出去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儿臣明白。润玉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正好去醒经阁取些书籍，路过此处。父帝今日倒是颇有闲情雅致，竟在此处赏起花来。只不过是幻化而成的假花假草，何来赏花的兴致？为父是为穷奇之事烦心，所以才出来到处走走。哦，对了，你也曾去魔界参与处理穷奇之事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儿臣不敢妄言。嘿，这里又不是九霄云殿，不必拘束。儿臣以为，以穷奇自身之力，是不可能冲破御魂鼎的。魔界当中，定是有人想借此制造混乱，打破六界原有的平和与秩序。不过好在，如今穷奇重新被封印，那幕后黑手的阴谋也暂未得逞。那你认为，这个幕后黑手的目的会是什么呢？每次穷奇现身，六界皆要遭殃。此人此举，不管目的究竟为何，实则是与六界为敌呀。倘若六界一统，你认为如何？若要统一六界，免不了恶战不断。孩儿以为，如今尚未有任何一界拥有此实力，哪怕是天界，也没有实权的把握。日月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哦，对了，你
不是要去醒金阁吗？赶紧去吧。那孩儿就不再打扰府邸了。孩儿告退。没有胜算。倘若统一6界会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话，也就失去了挑战的意义。玉成大事，恐怕还要再多等些时日。穷奇，本座饶你一命，你可不要再让本座失望了。人都说知子莫若母，偏生我儿跟我不是一条心，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姨母的一番苦心，殿下日后定会明白的。只是如今殿下周围尽是居心叵测之人，那变成公主刘英跟殿下相识才几日，便一口一个凤兄的，也不管殿下在天界是否会受人非议。哼，鬼域伎俩不足挂齿。旭凤此次在魔界受伤之事，你如何看待？穗禾以为此事定有蹊跷。唉，人都说知子莫若母，偏生我儿跟我不是一条心，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姨母的一番苦心，殿下日后定会明白的。只是如今殿下周围尽是居心叵测之人，那变成公主刘英跟殿下相识才几日，便一口一个凤兄的，也不管殿下在天界是否会受人非议。鬼域伎俩不足挂齿。旭凤此次在魔界受伤之事，你如何看待？穗禾以为此事定有蹊跷，以殿下的修为，绝不会这么轻易被重伤。想那刘英也绝非等闲之辈，怎么会让天界前去帮忙的人受伤？依穗禾看来，这件事绝对另有隐情。你去魔界查一下，尤其留意穷奇和魔界3王，看看瑞玉有没有跟他们暗通款曲，速来报我。穗禾明白。公主，人我带来了。参见穗禾公主。你就是上次征兵迟到，被玄机公招去凑数的那个小天兵？正是。不知公主有何指教？我问你，平日夜神待你如何？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？大殿下昼伏夜出，向来独来独往。虽然很少见他，但是他对我们小仙还是挺好的，经常跟我们打招呼的。这算哪门子好法？想不想去火神帐下效力？只要你帮我做件事，我就把你调去火神帐下。5方天将府，地方随你挑。至于官职嘛，只要不是正直偏将，任你选。不知公主让我做什么？你去帮我盯紧夜神，他日常的一举一动，见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事无巨细，你都要禀告于我。怎么，此事很难办吗？跟着火神殿下，那可是前途无量。这等好事，别的神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。小仙何德何能，有这样的好事落在我的头上？素闻火神殿下军纪严明，他那麾下的将士们都是他自己选拔出来的。那穗禾公主怎么会有去随便挑选5方将领的职权呢？这你就不必担心了，本公主一向言而有信。其实，征兵当日，不是因为我迟到才被选进玄机宫的，是小仙自愿去的。还有这么不思进取的？那你的意思就是不干了？唉，人各有志嘛，还请公主见谅。今日你若不从我，就是得罪了我，也就是得罪了天后娘娘。公主的意思是，监视夜神殿下是天后娘娘的职业？不然你以为？
我今日方知，为何咱们玄机宫这么冷冷清清，人丁稀少了。原来天后竟然对殿下做出这种事情来。这几千年来，没有一个经受住了考验，全都被我撵走了。你真的不怕天后吗？怕，但是人各有志嘛，强求不来的。再说我又不会说谎，一不小心肯定会露馅儿的。不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殿下，殿下一定要信任我。匡洛，谢谢你。希望殿下日后能像信任野兽一样的信任我。天后对殿下还是猜疑很重，防不胜防。殿下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我早就习惯了，无妨。只要天后她寻不着我的错，她也奈何我不得。要是有流星就好了。如果有流星的话，凤凰没准就会来了。流星，凤凰，看来锦觅仙子果然是闷坏了。小鱼仙官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神未下拜帖，唐突前来，还请锦觅仙子莫要怪罪。哪里的话呀！这几日我也闲散得很，正好小鱼仙官来陪我解解闷，锦觅求之不得呢。想来锦觅仙子一定是担心旭凤。旭凤现在已无大碍，正在七蜈宫休养。这次还真的要多谢锦觅仙子相助。没事了就好，我还一直在担心他呢。我方才在想，如果有流星划过的话，没准凤凰就能来了，所以我刚刚以为那颗流星是凤凰呢。哇，如何？锦觅仙子可还喜欢？喜欢，好漂亮。小仙官，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出这水镜啊？我想看看外面的景致是什么样的。这也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。出来了，小仙官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这个结界针扎不进去，水也泼不进来的。像我们做果子的，要修行整整万年才能够出来。老胡都要对着这个念半天的破水咒才行呢。没想到你一眨眼的功夫就带我出来了，果然是仙途不可限量啊！一般一般，锦觅仙子过誉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嗯，这边。大王，说好了穷奇之乱后，天帝便会向魔尊发难，可到现在，竟无丝毫动静。这天帝果然和从前一样，还是那么的靠不住。多年前天魔大战，他一时不守承诺，过河拆桥。若不是大王，他岂能顺利登上帝位？早知道，就不该费那么大周折，帮他放出穷奇。如今穷奇被天界收回，魔界的确是损失了一个重要的筹码。如此一来，大王想借此机会除掉魔尊的计谋，岂不是落空了？魔尊之位，可不能急于一时。那个位置，本王自有办法坐上去。天帝野心勃勃，区区天魔两界，
岂能满足得了他？所以现在不能计较得失。既然天帝收了穷奇去，便由他先去冲锋陷阵，待时机成熟，本王自会一统六界。大王英明。据派往魔界的探子报，殿下的确是被穷奇所伤，魔界三王与夜神并无往来。我倒是高估了那个孽子了。不过殿下此去魔界，同行的除了夜神，还有那个葡萄精锦觅。你是说，旭凤受伤与他有关？那个锦觅可是之前曾在七无宫给旭凤当书童的精灵，你还替他说过几句好话呢。穗禾一时不察，当日长坊主因为失踪的花精断了鸟族吃食，后来方知那精灵竟是锦觅。原来是他。继续说。此事蹊跷之处在于，穷奇之前已被殿下封印进了玉魂鼎，还加了一道九曜真火焰，但不知为何竟然还能从鼎中逃脱。穷奇发温针暗算殿下时，锦觅也在屋内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当时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想必此事与锦觅脱不了干系。更奇的是，殿下身中温针时，只有叶幽藤可以救他一命，但是这叶幽藤乃是花界的圣物，凭着天界和花界数千年来的恩恩怨怨，花界是断然不会救旭凤的。可是如今竟然肯借出叶幽藤相救，看来此事并不简单。花界到底有何居心？你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此事查明之前，务必保密。是。你去花界查一下，一个叫锦觅的葡萄精。是。
启禀天后，花界一切如常，只有一处较为特殊。奇缘发现，在水镜结界之内有一处院落，被加了一道灵力极强的牡丹符印，唯恐惊动了花界方主，所以奇缘未敢擅入。那我就只好亲自去花界一探了。长房主，前几日旭凤为收服穷奇身中剧毒，幸得花姐慷慨，借出夜幽藤给旭凤疗伤。这次特来感谢，送来一份谢仪，望长房主笑纳。天后娘娘不必多礼，天意使然。看来火神殿下命不该绝。至于天后这声感谢，分量太重，担当不起。花界上下无福消受。啊，听说花界有一位叫做锦觅的葡萄精灵，而且穷奇伤旭凤那天他也在场，不知能否见他一面呢？恐怕要叫天后娘娘失望了。锦觅犯下了大错，现在正在闭门思过中，不见任何人。火神殿下遇袭，天后自去询问殿下本人，想必更为妥当。那这位锦觅仙子到底犯了什么大错，要受如此重罚呢？花界内务，天界向来无权插手，尤其是天后娘娘您这样的身份，您说呢？花界事务繁杂，尚需处理，就不多留您了。那我也不多打扰，改日再来拜访。天后娘娘，我们现在回天界吗？哼，那个长房主总是再三阻挠，强下逐客令，反倒有些欲盖弥彰了。他这个样子，我倒想会会那个锦觅，看看他是何方妖孽。堂堂天后竟纡尊降贵，处心积虑擅闯我水镜精灵的房间，传出去，看你们天界颜面何存？那位锦觅仙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值得你设下双重结界，把她困在其中？与你无关。锦觅，殿下，殿下，是你啊！殿下伤势如何了？怎么不在宫中休息？已经无妨，出来透透气。可是有何心事？方才竟想得如此出神。殿下若是有烦恼，今可倾诉于我，我愿意帮你分担。一切皆天命。所谓心事，
更像是一场笑话。殿下，殿下可是为锦觅神伤。恐怕我连为他神伤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怜的葡萄啊！锦觅仙子，小鱼仙瓜，你来啦！锦觅仙子，可有打扰到你清修呀？没有没有，怎么会呢？看锦觅仙子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是这玄机宫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？不是，这里真的什么都太好了，大家对我也都是无微不至的。那，你是有什么心事？其实也不算吧，就是我上次跟凤凰分开以后，就再没有去看过他。我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了，我想去探望一下。原来是因此事闷闷不乐。锦觅仙子不用担心，我刚刚去七蜈宫探视过他。怎么样？他的伤势如何了？这个凤凰有没有提到我呀？旭凤在抚完夜游藤之后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现在在七蜈宫门前全是排队过去探视的人，非常热闹。若锦觅仙子现在过去，定会引人注目。到时候你藏身在天界一事就瞒不住了。小鱼仙官说的对，这个时候我还是别去看他了，等过段时间我再去看他吧。哎，小鱼仙官，你上次给我看的流星实在是太好看了，我真想再看一次。雕虫墨技，不足挂齿。若锦觅仙子喜欢，我带你去看一个更特别的。更特别的？去哪儿看啊？从这玄机宫出去，一路向南，彩虹那头有一条天河。天河？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。哇，这就是天河，好美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地方。小鱼仙瓜，你这个职务呢，论品阶来说还是不错的，可是论这义趣来说呀，我看呀，不如卯日星君。愿闻高见。你看啊，这个卯日星君呢，白日里当值，鸡犬相闻，多少热闹一点。可是你呢，只有那个小哑巴野兽陪伴你，而且到了晚上，大家都去睡了，冷冷清清的。唉，你这个神仙当的实在是太孤寂了。只有热闹过的人，才知道什么叫孤寂。我本来就是个万年孤独的命理，整日一个人用膳，一个人修炼，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就寝，从没有热闹过，又怎知什么叫孤寂？把你的手伸出来。那送给你的，这可是昙花的种子。昙花呢，只在夜里开花，这白天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敛着花瓣休眠。我看它的习性跟小鱼仙瓜倒是有几分相仿，所以把它送给你，你们两个以后可以作伴啦。这些年来，天界到处都是云彩幻化的花朵，虽永不凋零，但终究只是障眼之法，自欺欺人。今日托锦觅仙子的福，倒是能让玄机宫开出一株真花来。不过还是需要小鱼仙瓜细心呵护浇灌它才是啊。小神自当尽心尽力。但愿这昙花盛开之日，能与锦觅仙子共赏芳华。好说好说，都好说。小鱼仙瓜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锦觅仙子但说无妨。
你今天能不能别把我送回水镜里啊？我不想被长房主他们发现。如果我去你的玄机宫叨扰几日，会不会不妥呀？我既然已将锦觅仙子从那水镜当中请出，自然不会再将锦觅仙子送回去。锦觅仙子不嫌弃我的玄机宫便好，又何来打扰一说？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只是连凤凰都怕长房主，小鱼仙官不怕吗？润玉自幼便有许多人不喜欢，也不怕再多一个。殿下，殿下，听说花界长方主要来仙界讨锦觅仙子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能被他抓到！如果被他抓到的话，就惨了。小鱼仙官，我现在必须得赶紧躲到你的宫里了。锦觅仙子有难，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玄机宫，小臣甚是欣慰。但润玉认为，若仙子想得个长久些的自由身，这天界并非首选。还是小鱼仙官想的周全，只是锦觅6界不通，还需要小鱼仙官给我指个明道啊！凡间世俗百态，杂味交混，想要在众生纷纭当中寻得锦觅仙子的气息，想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小鱼仙官果然是天界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，我是2分的看好你哦。嘿。这身装扮倒是挺适合锦觅仙子的。真的吗？请用茶。此处虽然简陋，但也落得清静。锦觅仙子若不嫌弃，就先在此处安顿下吧。多谢小鱼仙官，这个宅子我喜欢，我非常喜欢。现在住所有了，衣着也有了，你还差一个凡界化名。化名？那就叫蜜儿吧。不好，蜜儿这名字一听就是女子的名字。现在你可是翩翩公子了，不如就叫灵光公子如何？灵光？灵光，这名我喜欢，就叫这名吧。这土地仙来得真快，我们前脚到，他后脚就跟着来了。就像得了心的猫，一定是一路嗅着仙气赶来。此次借土地仙宝地一用，没有提前知会，还请见谅。夜神殿下光临敝地，真是叫着方圆千里，蓬荜生辉，大放异彩呀！小仙有生之年得以一窥殿下倜傥的风姿，真是三生有幸，福祉无边呐！这位是本神最近结交的好友灵光公子。最近因遇到些烦心事，借贵宝地住上几日，还请土地仙多多照拂。小仙见过灵光公子。夜神殿下请放心，此山自我开，此路是我造，这里归我管。若是有人想要伤害灵光公子，分毫必须先从小仙的尸身上踏过。这土地飞升成仙之前，是个拦路的山匪。如此就有劳土地仙了。这是小仙的荣幸，小仙告退。
我要这个。来一个。两位客官，这个只有一块了。哎，护世君，锦觅。护世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这天界待久了容易变傻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啊，我来瞧瞧这凡界众生相啊。我现在呢，不叫锦觅了，那叫什么？我来人间以后，有了个人间的名字，叫我灵光就好了。灵光？为什么呀？我之前因为犯了一点点小错误，被我们长房主关起来，闭门思过了。不过后来我逃出来了。我思来想去，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，长房主肯定找不着我。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你找到住的地方没有？要不要帮你找个地方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小鱼仙官都帮我安排好了。小鱼仙官？这天界何时又多出这么个仙阶啊？就是夜神殿下，他人可好了，就是他帮我逃出来的，还帮我安排了住的地方。不过他现在也回天界了。对了，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干，不如我带你去我的宅子看看。那里虽然没有花界绚丽，没有天界华贵，不过别有一番风味。太好了，走吧。走。你可是在祭奠子分，能否也给我一杯酒啊？多谢。子分从前最喜欢饮这种桂花酒，本座这些年来时常梦到子分，梦中的他一如初见，他明明在笑，眼中却含着泪。往事已矣，重提无益。不知陛下此次来访，所为何事？过几天，乃是天后的寿诞之日。本座知道，你与林秀一向淡泊名利，不喜欢热闹喧哗，但天后的生性多疑，她会以为你们对她不满。诸位仙家对此事也是议论纷纷，所以我希望，过几日天后寿诞之时，你跟林秀无论如何也要携手前来。既然陛下亲自登门邀请，我与林秀定然出席。好，你们呢？让我的儿子等得好苦，这婚约都立了4000年了。可是女儿在哪里呀？什么？武神去花界找过锦觅？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锦觅却不在花界，连长房主也找不到她。你说什么？锦觅失踪了？殿下，你的身体才刚刚复原，切不可过分激动。锦觅对你而言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二位花仙，你们不能进啊！你们不，殿下，二位花仙硬要往里闯。殿下，了庭无能，未能将他们拦下。没你们事儿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见过长房主，不知长房主匆匆前来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火神殿下，请把锦觅叫出来。怕是长房主误会了，锦觅仙子并不在齐武宫中。锦觅突然从我花界的水晶中消失，除了火神殿下，还真想不出有第二个人可以带走她。锦觅是我花界的人，如果火神殿下带走了她，还请你速速把她还给我们。小神既然答应过长房主，不再去花界与锦觅仙子见面，就绝不会食言。小神也是刚刚得知锦觅仙子失踪的事情，正要去找她。花界一致认为，是火神殿下将锦觅带走了。胡说！你们花界的人失踪，居然找到我们天界来，还诬陷到了旭凤的头上。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，就算你们闹到天帝那里，答案也是一样。
长房主还是先请回吧。至于锦觅，我定会将她寻回来。哎呀，灵光公子有所不知，下酒菜中的极品就是鸭子。抿上一口小黄酒，嚼上2口桂花鸭，哎呀，人生足矣，足矣。来，哇，好辣！你们家的酒怎么这么辣？啊！不过若说起这杯中之物啊，人世间那点小酒，和严幼君这仙家秘酿一比，那就是什么来着？啊，那就是兑了水的猫尿，完全端不上台面儿啊！3、2、1，走。哎，从来富贵入凡尘，醉生梦死谁如意？人生4大乐事，无非就是吃喝玩乐。呀，最近在凡间这几日过得可还适应啊？哎，我来凡间这几日呢，都有小仙官陪着我，他夜里当值，这白天除了小睡片刻，都会陪着我下棋、抚琴、谈诗论经，我过得倒是没有那么无聊。这夜神殿下还真是挺细心周到的，把你照顾得十分妥帖嘛。当然了，不过蒲池君啊，你刚刚说到的吃喝玩乐，先不说这吃与喝，玩跟乐有什么稀奇的？哦，锦觅初来乍到，还需要蒲池君多多指点啦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天上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寡淡清冷了，不好玩。阳春白雪自然是好，可是又怎比得上这世俗的乐子来得痛快直接呢？本君这就带你找乐子去。那有劳啦。你知道什么叫找乐子吗？我今天就带你去见见真正的乐子是什么。好了，到了。这不就是普通的布匹小店吗？进去就知道啦。走。老板，有没有新鲜的鱼儿卖呀？好，2位客官，且随我来。走。2位小心台阶儿啊！2位请稍后，我去安排人手。好。要赌钱，筹码大，高手多，就要找对地方，到地下赌肆才尽兴。走吧啊！哎，走吧！哎呀，走吧！这位公子，我们可是小本买卖，架不住你这位高人的折腾。我求您别砸场子了，我谢谢您了。这可真奇怪呀！这麻将实在太无趣了。对垒嘛，有输有赢才好玩啊。就像我跟小鱼仙官对弈，他吃我2、5子，我吞他5、6子，轮番输赢才有意思嘛。唉，哪像这个麻将啊，我听什么牌就摸到什么牌，我场场都胡。除了赢这些什么沉甸甸的黄白之物以外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
不好玩，不好玩，走吧。老哥，参见火神殿下。殿下，您光临敝地，真是方圆千里，蓬荜生辉，大放异彩。糙话少说，齐无公走失一个门下，本神是来寻人的。你们可曾见过一个天人之姿的少女，或是一个头戴葡萄藤的仙童？你俩有谁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回禀殿下，我等都未曾见过殿下要寻之人。奇怪，这一带紧密的气息分明很强烈。老哥，参见火神殿下。殿下，您光临敝地，真是方圆千里，蓬荜生辉，大放异彩。糙话少说，齐无公走失一个门下，本神是来寻人的。你们可曾见过一个天人之姿的少女，或是一个头戴葡萄藤的仙童？你俩有谁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回禀殿下，我等都未曾见过殿下要寻之人。奇怪，这一带紧密的气息分明很强烈。此处的地仙可都到齐了。回殿下，尚缺一名地仙张福德。他的所辖地在何处？那边。既然已经试过了玩，那我们就来试一试人生4大乐事中的最后一项，让你体会体会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万春楼。不如就让本君带你前去一试，我保你喜欢。走，走吧。走。哎呀，瞧瞧2位俊俏的公子啊！哎呀，快请进，请进！哎呦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接客了，接客了啊！哇！哎呀，这是哪儿来的小哥啊？哎，这什么味儿啊？好男人啊！这个就脂肪味儿。你看这些姑娘们，用它涂在脸上，招客。2位公子，你们可有相熟的姑娘啊？把你们这儿的头牌给我叫上来！哎呀，好嘞！哎呦，牡丹桃花儿接客啦！牡丹，赵方出来了！赵方出来了！哎，别走啊！2位公子，怎么这么怂啊？回来呀，快回来呀！跑什么你？你们要是不满意，我们这儿还有海棠水仙呢！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刚才没听他说吗？这长房主，牡丹。我要是被长房主发现，把我给抓回去，那我就完了，我肯定会受到责罚的。还好我反应快，跑得快。我一时疏忽，我竟然忘了你是个女的。该罚该罚。我是个女的，跟我这个女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再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这是什么？这出戏叫《董贤》，讲的是汉哀帝和他的宠臣董贤之间的故事。走。哎呀，公子来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公子，你可真爱说笑。这里当然是戏园呀。燕哥，让爷好好疼疼你。金斌，凤凰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来这儿是不是来找乐子？找什么乐子？我找你！极品，极品，
真的是惊为天人呐！你怎么知道他是天人？他知道你是天人。妖怪！妖怪！妖怪啊！妖怪！火神殿下是不是又要为难锦觅啊？本神记得他已不再欠你任何灵力，我也记得和你说过，若你胆敢把手伸向齐无功，我绝不会饶你。锦觅仙子是本神的座上贵宾。颜佑，你做惯了梁上君子，怎么这回连润玉的贵宾都窃走了？你让本神情何以堪呢？不知道是我颜佑面子大，还是这颗小葡萄的面子大。今日得见火神、夜神两位上神聚首，不知道夜神今天来是唱哪一出啊？群英会啊，还是将相和呀？旭凤，你带锦觅仙子先走，我和颜佑君有话要好好聊一聊。狗子。你怎么也到人家来了？是不是觉得无聊，来人间逛逛？逛逛？我……哎，你不会要打我吧？打你？那我倒不如打自己呢。小鱼仙过。来的倒挺快啊。今日得见两位至尊天神，此生足矣。我四处找不到锦觅，没想到是大殿下做的手脚。不知大殿下这么费尽心机的把锦觅的气息隐于市井之中，意欲何为啊？锦觅乃是润玉友人，身陷囹圄，润玉自当竭力相助。人道夜神深居简出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没想到竟这般古道热肠。大殿下做了护花使者，却让弟弟我平白担了这罪责。花界的长房主以为是我劫持了锦觅，大闹齐无功。这件事，大殿下可知晓啊？想不到竟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，让长房主误会你，实在是我不好。夜神殿下若真心帮我看护锦觅，亦算是帮了我大忙。谁能料到大殿下造福友人，竟造福到烟花之地了？锦觅先前去戏院，我实在不知，是我疏忽了。长房主又来寻我了，可别让凤凰将我供出去才好。二位聊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口渴了？我听闻啊，这人间四大乐事是吃喝玩乐。如果您二位口渴的话，我酿了一些桂花酒，不如请二位去尝一尝。吃喝玩乐，哪个叫你的？小仙向两位殿下负荆请罪来了。何罪之有啊？小仙有罪，小仙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贪那杯中之物，让颜佑君将灵光公子给带走了。大殿，听说离此处千里之外有座寨子，里面住着一窝山匪，下来一趟不容易，不如我们替天行道，顺手给他端了。甚好。哎，别，那寨子里的一干小匪是小仙凡俗兄弟的曾孙的子弟的第36代子嗣，还望两位殿下高抬贵手啊！啊，渴死我了，给我点水喝。我去就来，马上回来。快点想办法。来，喝酒。你没事吧？快想个办法，把那灌醉，让我脱身呐！可是那点桂花酿能行吗？开玩笑，那小方子是从九仙身上摸下来的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神仙喝了坠云头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
仗义。那从明日起，你就去老君的丹房做个起炉烧火的仙士吧。啊，火神殿下，那老君的丹房蒸笼一般，小仙怕热，怕是到时丹丸没熟，小仙倒是被蒸熟了。能不能换个惩戒？换一个啊？好啊。那魔界变成王府，还有一个捉魂的缺，不如你先去顶个几年。谢谢火神殿下恩典，小仙情愿甘愿以及自愿，还是去老君的丹房烧火。那好，明日即刻赴任。是。哎，我也错了，我也错了。你又错在何处啊？小仙千错万错，实在不该交锦觅赌钱。本身孤陋寡闻，听说有个什么人生4大乐事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呀。小仙是白日里喝酒喝傻了，人生4大乐事是琴棋书画呀。口误，纯属口误。如此说来，我们还错怪野游君了。啊不，小仙千错万错，实在不该将锦觅领去那烟花阿杂之地。2位上神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放了小仙一马吧。还好性根尚稳，没被那浊气给染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锦觅仙子这酒酿的倒是甚好。真的吗？如果小鱼仙官喜欢的话，我就将酿酒的秘诀传授给你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待那昙花盛开之日，润玉一定扫街以待，恭候锦觅仙子上门赐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兄长，你我2人好久没有像现在一样坐下来饮酒了。来。是啊，以前我们还能时常一起共饮，如今各有政务在身，确实少有交杯换盏的机会了。你们酒是不是快没了？我去给你们拿酒啊。兄长似乎对锦觅很上心呢。火神，此话怎讲？锦觅非你我所能期望。来了，今日让我们一醉方休。来。哎，这酒喝着大，你别喝了。没事的，凡人都知道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嘛。来，喝吧。嘿嘿，来干。醉了。醉了。好，那我们2个喝，我们2个继续喝。啊，没酒了。你也醉了。我当然不会醉啊，我是千杯不醉。你怎么还不醉啊？凤凰，凤凰，你，喂，谁给我松绑啊？有没有人性啊？喂，啊！哎呀，凤凰，哼，
何方下药？凤凰，是我呀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欠我1000年灵力呢？既然你不反对的话，就说明默认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那我自己来取啦。我取了啊。死凤凰，喝了这么多酒，还护着灵力不给我。算了算了，36级走为上。景月，我正准备去给你做鲜花饼呢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既然你不饿的话，你是不是该将欠我的灵力还给我了？对啊，我欠你多少来着？1000年。好，过来。等一下，凤凰，你我的灵缘相冲，如果这么多的灵力一下子给我，会不会反噬到我啊？这水灵珠会缓解我灵力中的火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你实在太有心了。哇，凤凰这纯净的灵力，果然与众不同。哎，凤凰，凤凰，难不成是要与我灵修？今天什么好日子啊？这么多灵力等着我。狐狸仙的图册上倒是画了不少灵修的法门。哎，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当初怎么没好好看看呢？哎，戏园子里那肉墩子男是怎么做来着？燕哥，让爷好好疼疼你。阿凤，让爷好好疼疼你吧。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。阿凤，你就从了爷吧。吹散，天地分开，相隔万丈。那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思量。错了，全都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知道你对我的敬意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但造化弄人，刚肠难入，
若你我非要执意在一起，必遭天谴，灰飞烟灭。灰飞就灰飞吧，湮灭就湮灭吧，好困啊。良辰美景奈何天。你怎么还在这吊着呢？火神猫不是糊涂了？你们谁也没给我来松绑啊！殿下，准备什么时候放我下来啊？你就在这儿吊着吧。放着闺中如花美眷不报，偏跑这儿来虚度似水流年，那长吁短叹，真是暴殄天物，辜负春宵。自己做贼，看谁都像贼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阴魂不散，痴缠锦觅？羡慕吗？嫉妒吗？好奇吗？想知道我和锦觅那段旧情吗？想知道的话，你先放我下来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如此关心锦觅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为何对灵力如此执着？哎呦，还好脸没事儿，否则六界女子真要抱憾终身了。倘有半句虚言，我让你终身抱不得女子。小孩有娘，说来话长。神仙来了，他来救你了。大神仙，你是来救我的朋友肉肉的吗？没事了，大神仙来救你了，肉肉。你的朋友刚才被穷奇的温针所伤，又被他震碎了心脉。我的灵力有限，恐怕……不可能的，
你怎么会灵力有限呢？你肯定是来救我朋友的，你肯定能救他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能救他的，我的灵力都可以给你，我不要灵力，我死都可以，只要你能救救他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万万不可！以你的灵力，自身性命都难保，更别说救其他人了。我不要自己的性命，我只要救他！大神仙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你救救他吧，你一定能救他的，对吗？我在呢，肉肉。这几千年有你的陪伴，我很开心。若有来生，我们还做朋友。不会的，肉肉，你肯定什么事都没有的。肉肉。你怎么样？生死有命，若有仙缘，你的朋友会再次修炼成形来找你的。那时候的你，不要再让他失望。他对灵力这么渴望，是想尽早还清我的人情，也是一心一意想救活多肉仙子。这个死脑筋，不管我怎么劝，他都执意要还。唉，不过呢，这也正是锦觅的可爱之处，不然我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了。中了穷奇文针，元灵失灭，如何能复生啊？瞎编的呗。不过就是想让他有个念想，好好活下去。想不到他竟然有如此一段伤心往事，他为什么不跟我提起呀？他这个人呢，有时候没心没肺的，有时候呢，心思比谁都重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已经把你当做自己人了，是不忍心你与他一道伤心呢。好，不妨你们春宵苦短，告辞了。锦觅仙子真是有情有义啊！你醒了？夜风一吹，醒了酒。方才你们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那你觉得他说的是真是假？姑且信之。这个严佑君不简单啊。是啊。虽说900年前，穷奇被斗母元君封了80%的灵力。但剩下的2成也难逢对手，严佑就能凭一己之力将他驱走。我之前有意试探过他，他的灵力精准深厚，远在其他11位圣霄仙君之上，不知道是在哪儿修得的。这就奇怪了。方才我与他交手的时候，他没接几招就束手就擒，我还以为他修为平平，难道他保留了大半灵力？莫非他是故意在你面前隐藏实力？不瞒战神，却瞒我一个区区私业之身，确实奇怪。不久之前，他来过我的七梧宫寻找锦觅，似乎疏安地形。他修的是水系术法，却不具我未炼化的火性灵力。难道是他？
我去把它追回来。我们先别打草惊蛇，他献计在身反而好办。我们先静观其变，看他的背后究竟是何人。这等危险人物，断然不能再让他靠近锦觅仙子。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以后，你要保护好你自己。小鱼仙瓜，锦觅仙子昨日睡得可好啊？很好。不知昨晚的桂花酿是不是让小鱼仙瓜上了头啊？锦觅仙子佳酿纯而不烈，正是上品。只可惜，润玉素来酒量低浅，倒是叫锦觅仙子笑话了。锦觅仙子来的正是时候，润玉正好把你我上次未尽残局摆好，不如趁此间成功正好，将其一了。也好，也好。对了，小鱼仙瓜，凤凰去哪儿了？母神寿辰在即，润玉寅时下之时，看见旭凤匆匆离开，估计是回天界拜谒母神去了。锦觅仙子这发簪，倒是别致得很。不过是随手捡来的。如果小鱼仙瓜喜欢的话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我可以送给你的。润玉倒是认为，这凤翎耀眼了些，不如锦觅仙子平日里别的葡萄藤风雅。真是知己啊！我也觉得葡萄藤好看，古典中透着朴素，低调中又有华丽的感觉。如果小鱼仙瓜喜欢的话，送给你结吧。荣幸之至。承让承让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请小鱼仙瓜去吃早点怎么样？我昨天赢的都是黄白之物，听说在人间很有用的，吃穿用度都可以用得上，还可以买官爵，据说还可以买孩子跟老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都忘了，小鱼仙瓜已经是定亲之人了，不然倒是可以买几个老婆送你。唉，可惜啦。多谢锦觅仙子好意，这早点甚好，只是老婆就算了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变。咦，果然灵验。变包子，变包子，变。变包子，变包子，
包子。想不到这包子竟然变成了冰雹。完全被我的法术震撼到了。土地仙可还有事？小仙见过夜神殿下，小仙近日要去老君府上复命，临行前，特来向2位殿下和灵光公子辞别。不巧，却不见火神殿下和灵光公子，不知这位仙姑怎么称呼？天后寿宴在即，诛仙朝拜。若是土地仙现在赶去，或许还能赶上宴前大赦。谢谢夜神殿下指点。夜神殿下果如传言，是位鼎鼎人善的仙上啊！你不必谢我。那至于这位仙姑，想必今日日头大了些，照得人晃眼。对，小仙老眼昏花，什么都没瞧见，是什么都没瞧见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小仙就告退了。去吧。小仙告退。小鱼仙官，今日是天后娘娘的寿宴，你不用一起去吗？不急，现在离寿宴开席其实还早着呢。再说了，这天上地下、东南西北8方神仙岂止100千，少我一个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可是，一早凤凰去拜谒天后娘娘啦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天后娘娘难道不会生气吗？我与旭凤不同，若是我一早就前去拜谒，天后怕是反倒要平添些肝火。这又是什么道理啊？润玉并非天后嫡出。润玉生母并未宗妃，听说只是一个得道精灵，再平凡不过。即便是再平凡不过，也一如这凡尘之中碌碌众生，难逃一死。润玉并无儿时记忆，也不知道生母到底是谁，只知道生母去世之后，我便由天后娘娘收养。本来早些年间，我还能与母神和睦相处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后却越来越担心我会与旭凤争储夺嫡，所以我与天后便日渐疏远。不知锦觅仙子的父母是何方先生？听老胡说，我是被长房主点化的葡萄藤。葡萄藤？可是锦觅仙子方才明明变出了冰雹，召唤出了水系之物。凤凰说了，我的体质适合水养，所以我就修炼水系术法。既然包子变不成，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算数，我请小玉仙官去吃包子吧。好啊。客官，您的包子请慢用。小二，来屉包子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啊。小二，这是什么称呼？我还小3、小4、小5呢。小三，上菜谱。小三，你神经病吧？人家才不吃饭呢。吃饭啊！他们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怕我抢他们的仙？锦觅仙子啊，在人间“小三”这词可不能随便这么用。二位，你看吃点什么？人间可真奇怪，这小二就能叫，为什么小三就叫不得啊？迂腐得很啊！煎饼果子，你这也太残忍了吧！锦觅仙子，此果子非彼果子，这其实就是油条，油煎的面团而已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吓死我了。那来一份这个，再来2碗豆浆吧。好嘞。锦觅仙子可知，
这人间的早点丰富得很，比起天界也毫不逊色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一会儿要好好尝尝人间的美味。客官，您的蟹黄包子，请慢用。小鱼仙官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小鱼仙官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其实我觉得，小鱼仙官应该出席天后娘娘的寿宴。客官，您的蟹黄包子，请慢用。小鱼仙官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小鱼仙官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其实我觉得，小鱼仙官应该出席天后娘娘的寿宴。我知道你们之间关系非常冷淡，可如果你不去的话，那不是雪上加霜吗？我觉得你去了以后，就算天后娘娘会平添干火，可是对你来说呢，你的礼数已经是做尽了，无愧于心就好了嘛。就像我啊，我跟长房主的关系呢，虽然我怕他，可若是他的寿宴不去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锦觅仙子此话说的有理。行，等我们吃完早点，我就返回天界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先前不是交代要找一个好看的瓷瓶来收集夜间采集的露水吗？您看这个行不行？其实你不用特意拿给我看。你父亲太次仙人府上的东西，自然都是极好的。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还想隐瞒到何时？哦，对了，星辰光华照耀下的露珠极为难得。殿下这3年以来，夜夜守着这星木，采集着露水，肯定是费了很多心血。是送给天后做寿礼吗？走吧。唉，这1个2个都去参加天后娘娘的寿宴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早知道我就不让小鱼仙官去了。谁来陪我玩啊？扑哧君，我一猜就是你。我正在去天后寿宴的路上，刚上4重天，就遇到一股强烈的灵力把我给拘来了。说，你的仙术何时精进到这般了？难道是凤凰那1000年灵力的作用？哈，昨晚凭借我的聪明才智，管旭凤要了个大红包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才半日不见，就兴冲冲的把我召来，是不是像我想的不行啦？不是啊，凤凰跟小鱼仙官去参加天后娘娘的寿宴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实在无聊得很。哎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你留下陪我玩吧。今日可是天界的大日子，众神仙都给天后去贺寿去了，你不想去凑凑热闹吗？想去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去。众仙齐聚，人多口杂的，万一惊动了长房主，那他会把我给捉回去的。但我可是听说啊，这次寿宴，天后给诸位仙家准备的寿桃有几千个之多呢。那些个寿桃，都是10万年桃树灌溉瑶池圣水，3000年才结一次果，不但多汁可口，对助长灵力也是大有裨益的。那你带我去吧。你不怕暴露行踪吗？众仙齐聚，那么多人都在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
我还能碰到一个上千天的大罗金仙，那肉肉就有救了。再不济还有那些让人灵力大增的食物。扑哧君，你就带我去吧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如果你带我去的话，我就远远的看着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带我去的话，那我自己也能去。哎，你有我这交情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嘿。二位仙友可有请柬？我是月下仙人的老友，麻烦二位通融一下吧。那就不强了。今日不比往日，天后娘娘寿辰，这南北天门如若无检，一律不得放行。我可是月下仙人的老……哎，居然月下仙人也不管用了，这两个天兵天将简直是板正的麻将牌，一点都不通融。哎，等等，这玩意儿怎么会在你头上？怎么了？明明有尚方宝剑，非要和他们磨嘴皮子。走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小神多了得罪，请。不知道。走。走，请。哇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原来不是典故。原来凤凰是一只插满令牌的鸟啊！这可是火神的心头宝，自然不能够小觑。收好吧，以后用处大着呢。这么着急便走啊？待母神收验后动身也不迟。我一早收到了父王的飞书，说魔界的几个小城主又开始争夺地盘了。我必须尽快动身，平息纷争。方才我已入内向天后娘娘拜过寿了，君情紧急，礼数不周，还望凤兄见谅。那好，一路保重，如需要增援，随时知会我。只是流云尚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凤兄据实以告。但说无妨。凤兄不是寄情于锦觅仙子吗？为何流云听闻穗禾公主将要入主七武宫？我并无心娶妻，大概是母神那边放出的传言吧。流云惭愧，方才还狠狠地腹诽了凤兄，险些把你错怪成了负心薄幸之徒。只是我跟锦觅也是一段不能开花结果的孽缘。美人，你哪里不舒服？不知为何，胸口那儿特别难受。胸口难受？哪疼？哎呀，干嘛？疼不疼你？好像没有那么疼了。我疼。不疼，那走吧。哦。这大日子啊！请，好吧。你也来了。好脏啊！是啊，好久不见啊。是啊。好大。这好热闹啊！哎呀，你久居水境没见过世面，今日我就带你来开开眼，好不好？走，坐，快坐呀！这么多吃的啊！要不要吃？你吃，我吃这个。那我吃了。大惊小怪，真没见过世面。这个是巫山神女瑶姬。瑶姬先生，你也来了。丰润婀娜，最是妩媚，但她腰有1.8尺。太粗了，手上几分窈窕。喏，这个是香水的女婴，弱质仙仙最惹人怜爱。仙子，没事吧？不过这女仙若是豆腐渣也不太好啊，还是要有几分英气啊。这个谁啊？雨中豪杰，天海的精卫，一堆小石子儿砸着东海龙王四处搬家。不过他性子太烈，天下几个男的受得了？蒲世君，你好厉害，你怎么谁都知道？6界美人赏析宝典听说过没有？我编的，厉害吧？不过如今美人势头渐衰，
想当年，鲜花神子芬，那才叫一个风姿绰约。可惜红颜薄命。两位上神是什么人啊？这位啊是水神，那位啊是风神。哎，真是一对怨偶啊！成亲这么多年，却一直是相敬如宾，至今还无所出呢。我觉得那位水神伯伯长得真有气质啊！哎，你眼光真好。他呀，可是占据了10几万年6界美男的头把交椅。只是如今美男迟暮啊，当然啦，主要是因为我颜佑横空出世，所以他排位有所下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这位水神伯伯就觉得十分的降火驱燥，而且还很亲切呢。亲切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水神遁世，性情最冷。你要是说降火去燥，可能是有点，但亲切可与他相差10万8千里了。除了花界，天后这次寿宴，真的是天上地下一个女仙也不落。莫非是想借此机会将火神殿下的姻缘也一并给结了？哎，仙友，所以今日是给火神殿下选媳妇儿吗？这位仙友一语中的，正是如此。我赌一杯琼洛，精卫公主胜。哎，可是火神殿下好像喜欢男仙，我听说前阵子啊，有位清秀淑童，甚得殿下喜欢，谁知用法术化成了女仙，就被火神殿下给弃了。这火神啊，身居高位，看似风光，但其实他的婚嫁大事啊，唉，由不得自己做主，无非是场博弈。天地天后夜神火神到！诸位贤友免礼，都就坐吧。今日寿宴，承蒙诸仙赏脸，蓬荜生辉，本座十分欣慰。好，开宴吧。你才答应过我，不再让他靠近千里，言犹在耳，这算什么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去支开他。罢了，母神寿宴不宜生事，先定着吧。这只鸟怎么无缘无故又发作了？难道他发现我旷达1000年灵力的事儿了？去，小鱼仙官。奇怪，怎么连小鱼仙官这么古怪？看来天后这个寿宴实在是难为他了。哎呀，吃东西吧，来，吃东西。蓝军，告知破军行军，增调2班天兵戍守大殿。是。先生，乳仙，我最害怕鼠了，我不喜欢老鼠。它不是一般的老鼠，
他是我们12生肖里的老大哥，才情了得，下得一手好棋。你喜欢的水神顿世期间，从不见旁人，就和他下棋了。是吗？那他还蛮厉害的。润玉恭祝母神福寿绵长。哎，最近夜神倒是越来越简朴了。今天来赴寿宴，只是别了一根藤条做发簪。本座倒是十分欣赏你简朴的个性，可是此物看来像是花戒之物。润玉回母神的话，此藤不过是只普通的簪子而已。如此俗物，居然能入夜神之眼。此藤是润玉挚友所赠，意义非凡。白玉螭龙簪、玳瑁翡翠簪、花银鎏金簪，这些或许贵重，但对于润玉来讲，断然比不过这根葡萄藤珍贵。今日是母神大寿，润玉认为非此藤不配。地道，小鱼仙官这个朋友地道的很嘛。此藤倒也有些趣味，不知我儿的这位挚友，今日可在席间？回父帝，润玉之友非仙非神，并不在今日的邀约之列。那是有点可惜了。想来，定是一位方外的高人。下次如有宴席，记得要下张拜帖。谢父帝。小鱼仙官真是机智。不过这天帝好厉害啊，他都没见过我，光凭一根葡萄藤就能看出我的人品。点评到位。这位仙友为何如此无礼？老鼠！煌煌九重天，何来老鼠？哈哈哈！小鼠顽皮，惊扰仙友，冲撞天后，该死该死！你呀！何方神圣，来赴寿宴，竟然用幻术掩盖真身？母神，这不是百花宫的子芬吗？保养的真不错呀，越长越水灵了。酒仙，莫非酒喝多了，脑子也糊涂了？子芬已经陨身好几千年了。就是嘛，酒仙，你该醒醒酒了啊！哎呀呀，这不是子芬，这是旭凤的小书童锦觅呀。哎呀，我这姻缘府里的红线团呐，久不打理，都乱成一团了，急得我是头昏眼花，一下子忘了时辰了，还请王兄天后恕罪。锦觅拜见天帝，拜见天后娘娘。锦觅，太像了。不知锦觅仙子在何处修仙？哎呀，王兄未免闭塞些了吧？蜜儿可不就住在凤娃的七蜈蚣里吗？说起来还算是凤娃拉扯大的呢。不知我儿从何觅得这般姿色的仙子？哦，蜜儿是凤娃拾回来的。哎，不是，狐狸仙说反了，是我把她给拾回来的。说来惭愧，
在下不才，救过二殿下3回性命。可是那位以夜幽藤相赠，几次3番救火神于危难之际的锦觅仙子，正是。天地明鉴。这么一说，本座跟陛下倒要谢过锦觅仙子救命之恩了。天后客气，惭愧惭愧，举手之劳嘛。不知锦觅仙子何处拾得巧遇火神？水晶之中。完了，我这一交代，周方中肯定会把我从天界捉回去的。锦觅仙子可是花仙？非也，在下是一个果子精。果子？在下是个葡萄。不知锦觅仙子仙龄几许啊？4000多一点点。哎呀，兄嫂替旭凤觅良配的心情，丹珠是感同身受啊。可是人家小姑娘面皮薄，问话要婉转些嘛。听说这个穗禾为了贺天后的华诞，亲自排了一出云韶羽衣舞，不知天后可愿与本座一同欣赏啊？好啊。在那边，走。走。好。穗禾携鸟族诛仙，恭祝天后娘娘上寿无极，长乐未央。穗禾有心了，旭凤若有穗禾一半贴心，本座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承蒙天后抬爱，女儿家无用，哪比得上火神殿下？征战6界，勇武无双。我们本就是一家人，平常多走动走动，别疏远了才好。到旭凤身旁坐下，跟旭凤坐在一起，也方便与本座说话解闷儿。是。今日姨母寿诞，穗禾陪殿下多喝2杯。蜜儿，看着心里酸不酸，痛不痛啊？哎，果然酸了。不酸啊，我只是觉得他们俩这个样子好眼熟啊。陛下，你看看他们2个坐在那儿，像不像在我的偏殿里悬挂的那幅画“春雨霏霏，丽影成双”？我记得那幅画上面还提了个应景的名儿——珠联璧合，是吗？啊，
我想起来了，就是珠联璧合。我记得这幅画在《天香图册》里面有过。袅袅孔雀仙跟凤凰灵修过。你胡说什么？在下没有胡说，在下只是想跟公主切磋灵修的诀窍，好共同进步，长灵力。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满口污言秽语！雷公电母，在，将这小妖拖出去，给我诛了！且慢，且慢。母神今日受诞，与民生灵恐有不妥，望母神三思。这孩子是来自花界，恐怕不懂得天规，天后手下留情啊。他满口污言秽语，玷污了天家的尊严，不能姑息。母神息怒，母神若要责罚，便请责罚润玉。锦觅原是润玉挚友，若非润玉偶然提及今日是母神寿宴，想必锦觅仙子也不会前来。润玉愿担全责。你头上的那只发簪，本来是一对吧？莫非这个小妖就是夜神所说的赠腾之人？本座若无记错，方才夜神说，在宴席里没有赠腾人在，如今看来竟是扯谎。难道夜神为了包庇他，想要揽了罪名不成？母神只管责罚，润玉绝无怨言。环帝凤灵啊！没有想到凤凰这根羽毛还能当护身牌啊！徐放，还望母神网开一面。求母神开恩。你们大胆蛇蝎！雷公电母，给我追！遵命。扰了父帝母神雅兴，待儿子回来，再向母神请罪。徐放，润玉之责，岂敢让火神承担？润玉这就去将功补过，回来领罪。润玉告退。哇，天哪！哎呀，我如今快得这般登峰造极，叫那群天兵天将怎么办啊？真是高处不胜寒啊！护持君，今日谢谢你啊，又救了我一命。那你准备怎么回报我呢？你想让我怎么回报你呢？不如就以身相许吧，让我们天天来讨论灵修的真谛，怎么样？灵修？严有君不怕灰飞烟灭吗？雷公电母马上就到，快跟我走。却不知火神今日端的什么名目，要将我灰飞烟灭？我今天没工夫给你拜旨，若再放肆，错过妖魁，不过负手而已。或许只有他才能保得住锦觅。美人儿，你我情投意合，却又要被一棒打散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回去加紧修炼，定将你夺回来。我去收宴，只是想偷吃一个桃，长灵力而已。你不会把我抓回去，给天后问诛吧？问诛？我的环帝凤灵只此一只，将它留给你，你还不能明了我的心意吗？就算你我注定相往背驰。谢谢啊。带上这凤灵，让他替我佑你平安祥和。
我现在就送你回花界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再不相见。锦觅仙子，小玉仙瓜，你没事吧？嗯。长方主，火神殿下能如此想，便再好不过。长方主，长方主，长方主放心，旭凤岂是不明事理之人？既然知道与锦觅的关系，定不会连累他的。火神殿下通情达理，还请火神守口如瓶，以保花界安宁。什么秘密？还敢多嘴！若不是收到此处的花木讯息，一路追踪过来，你要躲到几时？今日母神寿宴，锦觅误闯，暴露了面目真身，伏地母神皆已起疑。此刻天兵天将正四处捉拿锦觅。什么？锦觅？我真不是故意的，长方主，当时真的有老鼠，我才跑的。罢了，你若能让人省心，怕是月老也能4万断案了。参见殿下。天后发旨，还望殿下行个方便。锦觅乃我花界精灵，无论犯下何事，自由花界法度之裁，岂容外人随意折辱？天界36位天将，100万天兵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没有一位隶属于天后所辖。雷公电母莫不是忘了先下效命于何人帐下？二殿下且息怒，属下皆效命于二殿下麾下，自当听从二殿下调遣。既然如此，我命你们2位即刻带领天兵返回天界。天后那里，我自有道理。属下遵命。2位方主，是小神擅作主张，闯入水境，将锦觅接出。如今生出诸多是非，还望2位方主恕罪。天界2位尊神连番闯我花界，火神之由我等尚且知晓，却不知夜神是何意图。锦觅仙子活泼烂漫，喜欢新奇事物，如今却被诸位方主拘束在水境当中，未免有些憋屈。润玉乃锦觅仙子友人，本意只是为其解缚。怕是另有所图吧？火神尚且直言不讳，夜神的心思何不直言？润玉心中坦荡，自问从无做出任何逾矩之事，于友人2字问心无愧。2位方主，你们别再怪小玉仙瓜了。小玉仙瓜是一尾好龙，我喜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小玉仙瓜是一尾好龙，我。谢锦觅仙子抬爱，润玉已喜欢锦觅仙子。你和夜神怎么会？你可知锦觅是何人？你可知锦觅为何会信手变化？你可知我七幽宫的刘子池？你可知鲜花神名讳何许？你可知锦觅本性属水？你可知鲜花神的真身乃水莲一般？你可知你我锦觅3人实是异母兄妹？天哪，我一颗葡萄哪来这么多鸟兽亲戚啊？这要是真的话，天后岂不是我后妈了？太可怕了！无妨，就算我们3人是兄妹也好。锦觅仙子，我问你，除了我，你可还喜欢旭凤？喜欢。那月下仙人呢？喜欢。颜佑君又如何？喜欢。西吴宫中的仙士了天和飞絮呢？喜欢。不知长方主又如何？如果长方主以后别对我那么凶的话，我就会更喜欢了。罢了，你这没心没肺的。如果你还想要你这条小命，就赶紧跟我回花界吧。不
穗禾无用，没想到殿下竟被锦觅迷惑至此，毁了姨母的寿辰。那个小妖易容赴宴，也不怪你。不过他居然敢在天帝和水神的面前展露真容，到底居心何在？天界乃清净之地，属仙竟然还带了只老鼠来赴宴，闹出这么个事来。虽属无心，但也真是荒唐。太有趣了，蛇仙带了个小妖来赴宴，结果被鼠仙给惊到了。穗禾不敢断言，定要好好查证一番。说句不当说的，咱们殿下与夜神同此女关系非同一般，倘若放任自流，恐怕要重蹈当年天帝陛下与水神的覆辙。还有，那蛇仙颜佑一向声名狼藉，姨母莫要忘了，他1000年前因何事被贬？难道在6界中又出了个子分不成？我断断不允许再有祸乱天为之事。也罢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参见天后。你且查一查，今日来赴宴的那些下阶神仙，尤其是12生肖诛仙，一定要严查到底。我看看是哪一个小妖敢惊扰了本座的寿宴。是。锦觅如何？身体强壮着呢，灵力还有些长进。我给他煮了些安神的药物，让他喝下，早些休息。此番锦觅在天界露出了真身，这身世恐怕是要瞒不住了。可笑那火神还以为他与锦觅是异母兄妹，骨肉之亲。哼，凭他也配？叫他误会，彻底死心，有何不好？别忘了，仙主是如何惨死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无论如何，锦觅不可与天后天帝之子再有任何瓜葛。你可知锦觅是何人？你可知锦觅为何会信手变化？你可知我七幽宫的刘子池？你可知鲜花神名讳何许？你可知锦觅本性属水？你可知鲜花神的真身乃水莲一般？你可知你我锦觅3人实是异母兄妹？刘子池跟我变花有什么关系啊？鲜花神真身和明慧跟我有何干？这怎么一转眼，我们3个成异母兄妹了？天后变成了我的后妈啊！凤凰这个思维可真是跳跃。仙主要锦觅做个逍遥散仙，别牵扯进这凡尘俗世、男女情爱之中。这秘密，我们肯定能藏一日是一日。何况，锦觅命中大劫未过，实在不宜离开花界。自今日起，我们轮番守夜，宿在院中。是。可是现在锦觅的阵容大家都看见了，天帝那厮恐怕早晚要来问个清楚。哼，他敢？他要是敢问，让他去花神冢，自己和仙主对峙。好险呀！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应该是照着我的话吧。唉，
虽说关在水晶修炼无聊得很，但总比被雷公电母抓去了灰飞烟灭强吧？你说呢，肉肉？好困啊！